找到了旅行社，邀您共赏笑年出发吧。哭啊！阿哭啊！修当啊！加修补呀！哇！开始。我已经到了，你看看。不行，我再来那个。男人最讨厌人家说他不行，你要确哦。确定由你来搬。可是这蛮重的。哇塞，跟瀑布一样哎，它很纯，吃起来那种细腻度就不一样。完全变主角了。哦，真的超好吃，加牛奶有差，所以变成秘密武器了。变成秘密。你这样一讲，那同行们都知道了吗？没差。其实我平常没有吃这么多，留点给我啦。有啦。佳哥哥，哎，小炫，今天来嘉义，我会让你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嘉义的新面相。你之前有来吃过鸡肉饭吗？有常吃。今天要带你去看到你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到整个火鸡园里啊，要看它本尊，超级大的，哎呀，20-30公斤呐！今天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感恩节的火鸡大餐，看蛋给你吃，比一般的还大，大很多。上鸡的肉就是好吃，而且晚上要带你去一个住的地方。一般呢，人家讲说牛奶浴、花香浴是，但这一次呢，要泡在茶缸里面，我们人呢就变成了茶了。其实红茶是所有茶系当中最嗨的，喝得很快乐。红茶妹妹很嗨哟，身心灵要。来，吓了我一跳。他已经潜下去5分多钟了。这一次要让你完全意想不到的，而且非常狂野的，甚至会有一场枪战的艺术家，还没有尝试过这么狂野的艺术哎。头发是洗得干净的，双手是最好的工具。是这样子吗？这样子吗？那现在呢，要带你去找翠妞。哎，小顺，我刚新婚呢，你要带我去找妹？我留一个伏笔，它又香又甜，姿色又好看，超级勾追的。啊，那带我去认识。好的，干，手刀快跑，笑奶奶出发吧！吹妞，吹牛，不可能是他啦。不一定，有时候有个人他会把自己呢取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请问你是吹妞吗？吹牛是在这个相关里面，她不是女的，不是在相关里面啊！好看人的意思，对不对？是什么是吹妞？这个是吹牛品种跟香瓜不一样，所以翠妞是一种香瓜的品种。哦，又吹牛，哎呀，讲的跟一个要猜什么谜题一样。等一下，啊，你过来，那个园啊内底写毛笔了。不是，这因为蜜蜂无出来，咱就爱用人工授粉。结果一个时期，哎，但是呢，跟授粉同时在做。因为台风啦、下雨天啦，蜜蜂不出来，咱就爱来用人工的人工授粉。啊，你唔说有妞哦？干蜜蜂赶快，还有卡通鸟。而且有公花跟母花。啊，这个怎么分？怎么分？有果的是母花，没有果的是公花，有粉。啊，咱就用毛笔啊拉咧，都来啊授粉，安尼。啊，因为蜜蜂无来粘就袂掉。啊，因为你们家又是温室，进不来了。那你怎么样让它进来？我有养蜜蜂。哦，你家有饲有对啊？有饲。哦，哎，所以什么开一间饭店，迄人客是家己饲的啊。开发当然要搬进来。还有比不？哎，叫有比的。这个动作叫挑逗。哎，这个光花。先沾一点，这样就会有了。哎，这有就有黄黄的上色在上面。还有晒啊！哎，晒。原来我们今天来这边当一个媒人啊，真的一个媒介。为什么同时也会果已经长成这么大了？有的先结果，有的慢一点。有的较早秋，有的较晚秋，秋天来的比较慢一点点。现在有没有同时期有结果的？加，这边要，这边要。咱就要先来灌水。好，啊，因为这灌溉嘛，因为这水果不像你简单。哎，不是啦，咱家加多的就是要去采果的啦。听人讲翠妞还有另外一个名，牛奶翠妞，我们是用牛奶来发酵的，啊来灌溉。哦，您家好牛，哦，厉害。
我这看起来吼，一张那结了一个果而已。只有1颗呢，2颗都要捡起来。啊，你看你干没好？还没有营养分多哦，不应该1颗哦，2颗为大。啊，如果有多1颗怎么办？捡起来。事不宜迟。我是看看这里有没有2颗啦。这1颗来。你们加有什么特色特征这样才加？顶管有黄黄的，啊这你这个地头爱白白。啊这个黄黄的，这地头在黄。地头旁边要有点黄黄的。使加。啊，为多加嘞？为只加，戴手套就是预防，今日指甲冻掉啦，这个唔免流啊呢。怕它表面受伤。规个都可以。哦，保护它的表面。表面。啊，不会安怎？冻掉变洗护品。它怕我们的指甲呢去刮到这个果肉了。就有毛的，有毛。也艺术是毛的，顶头有毛啦。我能调，我就帮他翻译翻译。第一个，它这个肚脐这边要平滑，然后这边要一点黄黄的，啊，那个剩好夹了哦。啊，这顶头够一粒，哎，要加起来，哎，没有生一粒就好啊。没有生一粒呢，这边留一粒就好，加一粒起来。啊，没哪紧，多一粒较好。这粒较水。这再加掉。加掉。好加在吼，咱两个无咧共账诶，啊无我一定用加掉的啦。我的求生意志要很高啊。因为那个老形体较水诶。啊，最近是有去拄到风台还是安怎？票。变数好，胃布袋起来，好，足严重诶，温起来大家都倒啦。顶头这塑胶棚拢掀掉去啊。我这拢掀掉诶，啊，但是我再搭刚个月，就无照倒去，我这无倒有通啊水砍起来，通啊都救水砍起来哦。叫师傅来砍，无我这无通啊修啊。所以你就直接拿布来盖。叫师傅砍来啊砍。哦，行哦。这大的，这大的啦。哦，安尼这个已经有平了。平了。好，那上面呢，我们就把它剪掉。哦呦，咱就拿给他看哈，量很少呢。好多都捡走了。加毛几粒。你迄加起来有，较细粒迄边喏。咱做烟瓜，咱做切来，这拢无合格的。合格你听有无？拢无合格。唔是，无丢掉就合格啊？无丢掉啦，无丢掉。咱拢抽起来烟，做鸡仔煲啊食，恁食看做鸡仔煲。哦，做鸡仔煲你食看卖就知。安尼，敢若西瓜面安尼就对啊，做鸡仔煲啦。做好食，你食看卖。你有营养无？哦，做营养诶。你若有食遐尼营养，你就食少食。哎，咱这现在高水。品种无共哈。哦，品种无共。品种无共，咱就我大汉啦。这像啊，这2颗的都爱收过。顶头个一个不动的，买输掉。流较水的，流较白，较水要安怎看？这歪歪卡层歪歪。这个很水哦，卡层歪歪甲加掉。加掉。这嘛一粒嘛加掉一粒，留少一粒袂多，这嘛爱都加掉，留一粒。太足辛苦袂啦。袂啦，啊这种爱都收购就是。爱个收购哦，再水。留一粒。留这粒哦。这粒都加掉。哎。来汤啊，麻烦姐。这个安尼一条应该卖很贵吧？啊，这价钱有较悬无？应该有吧？伊啊，偌悬？袂使甲你讲，哎，你问伊有偌悬，你讲差100人诶。这个是元爸的另一半，吹牛，不是啦，元妈啦，吹牛是这，啊，我们刚刚有不跟元爸一起蔬果，对，那这个呢就是要拿起来当，人家就说呢，吹牛有3宝，吹牛、媳妇、瓜子宝，鬼仔煲，怎么要开始做？要开始做，这爱切起来，伊的豆仔要切切，不会烤，他把中间的籽挖出来，免下皮哦，爱过去拍无？唔免，安尼就会使做鬼仔煲啊？洗爱洗盐，啊，就在烤肉坑的水底，为什么要坑水底？洗籽啊，确定把所有的籽都洗掉哦。古早就捌做过这鬼仔煲呀。你是位到过来，还是半暝啊叫人车来？啊？车来，务农是很麻烦。再来啦，车来就是迄啊。迄猪仔囝用车来吼。你是在地嫁在地，还是为种远过来？隔壁这个尔。啊，爸有真艰苦老跑无？无啦，无哟，唔敢讲无啦，唔敢讲啦。因为原本你远哦，坐咧体育遐一直看你这边来。你看。闻起来很香，你知道吗？这才吃青的呗。应该啊，不过迄袂甜的。袂甜哦。哦，姐啊，你是腌瓜跟妈妈学的吗？还是爱煮汤无？这买使煮鸡吧？啊，这才煮鸡汤。啊，或者煮什么？煮做这样啊，煎鸡啊卵。这个不用去皮，
就是说这个直接皮，可以吃。哎呀，它皮比较脆啊。而且我刚刚谈过得出去不会不？有啊，都侪人买哦。但是我们北部都没有看过这个，这个就是在地人的一个福利啦。啊，你生几个？ 三个。这无用啊，搁生三个哦。哦，安尼吃半工哦。哦，元爸你不厉害哦，元爸。时间管理大师，台东做什么头路就做什么头路。元妈，你安尼有规身躯干，会使无会使先留起来无？哦，好。真面目来喽！来了哦。哎，元妈，你规个先扛起来，扛起来较好看。无啦，跟你开玩笑，跟你开玩笑。无啦，我看他一直流汗啦。对啊，做个老公。这个老公哈，这爱洗偌久？打仔就好啊。这紧条，我无法度咧，阮两边赶下一针呢。到底要加啊，呢？敢有先洗好诶？有啊。啊有哦，好加在载。那里哈，没有恁食，还是先吃吃看，那个太小了。这还没好诶。你先吃吃看。看好不好吃，你再吃。对，你先吃，我看看，我会先观察你的表情。你先看我的表情，哎，其他挖下去也是脆脆的啊。对啊，你直接吃皮哦。这个就小块。我看有哦，用看他讲的，其实还好啊，就跟一般香瓜一样啊。这小块。如果是这个有哦，哎，你也食这个吃这边哦哎，啊这边袂低。这边薄薄啊，哎。这个唔知有吧？哎能够买才这边，哎呀，加料营养不良。他说你居心不良，跟起来靠吧。都有好甜哦，而且香气很好。很好哎。哦，而且一般香瓜啊，外皮吃起来没味道，然后吃起来涩涩的，它很脆，哦，皮超薄的啦。没白夹。啊，有较完整要阮食无？有啦，有哦这是蛮厉害的。这是蛮厉害哦。哎，等候恁食咧。我们这一刻，我们真的是要感恩呐。真的，今年风灾很多，对可是它数量不多。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翠妞的本瓜不是本人，本瓜这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对，没错，很珍贵，因为我们7月经历丹纳斯台风，还有那个7月底的西南气流，那还有一个洋柳台风，你看背得多清楚，真的嫉恶如仇啊！阴霾啊，都是阴霾。哎呀，真的很讨厌。本来这一区会有很多的丰富的大果，对啊，结果就因为农膜破掉，没办法，我们还差一点被骗，你知道吗？农膜的张拿骗说要帮我们修理那个农膜，差点被骗，很多农友差点被骗。然后幸好我的好朋友来帮我，其实解救1个礼拜就修好了，不然你们今天没有办法，也吃不到，吃不到。这要媳妇，对，要媳妇。我要问一下电视机前面所有的笑脸粉，你们有吃过翠妞的，请举手。归台湾多少？刚啥呢？有听过翠妞的，请举手。那才313哎。对啊，因为吼拢无离市面上面，因为根本都无够卖，拢是宅配处理啊。然后呢，有少数几个有一些大百货公司有来拜托元爸，那元爸呢，靠连追求你要带你。啊，讲两句好听的，我袂愿卖你啊。价值不菲呢，一条3400块，这一颗就要300-400哈，这一颗长得很漂亮哈。400多块。我先收起来好啊。你们这边啊，你哪讲啦？这边也上几箱的啦。听说别的农友受到很大的损失吗？就是要采收之前，刚好遇到台风，整个温室全部都倒了，就差5天。然后我们还有朋友一次倒这么惨啊！对，重建要等很久，还要跟政府申请。它虽然有补助，可是厂商就是少数几。哎，重建也要花不少钱，真的，至少要1000万。哦，杨柳一半红个头哎，不够气耶！对啊，姐啊，对啊，就可以啊。哎，先吃一下，先吃一下。好不好吃啊？哦，好脆哦，它是连加牛奶吃哎，对呀，这1年几收？一熟7至10月。很厉害，这果肉很绵，对啊，然后这皮又超脆，而很薄。这是我们的 know how 哎，这是我们的配方调出来的栽培的技术。哎，你看，真的超好吃。果然真的加牛奶有差，瓜的那个香味，对，吃起来是不是奶香味很像日本的哈密瓜？超级像的，而且甜度也超甜。啊，前面那个淡绿色那个是？那个是大福，你们来这里都是吃到外面都没有的哦。这个是我请朋友帮忙做的。哇塞！你看果肉有没有？你看，你为什么猜这么难看？一颗一颗的，果肉包进去，你就说没人在国术做，果园在卖。只有你们自己的。对啊，因为我想说做一点不一样的，让客人尝鲜。因为它是创意的，那你觉得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吃哦。因为它的奶油咸甜咸甜的，而且这么热的天气吃这个很消暑，因为里面是比较那个冰沙。这个减肥啊，这就是阿多你干妈妈洗的，来吃看完啊。这是用菜啊。嘿，啊买使落去炒肉丝，啊然后夹挂包。那不是那种很死咸的瓜哎。哎，舅母姐，这是红包等于不？
哎呀，真好吃哎！跟你说，台北人最喜欢买这种，因为台北买不到。我们用吹牛来冷冻，腌的也很少啊。就是因为我们不要浪费。你看，老天爷怜惜我们，就让我们有可以顺收。这如果到那个日料去，这碗你就喜欢你哎。这吃起来很清爽哎。对啊，对啊，因为这是增加口感用的。对，脆脆的，好讲。厉害厉害厉害。它虽然已经腌过了，但是里面那个清甜还是在的。最主要是都没有加防腐剂而，且它的脆度也在。吹牛是1年必收嘛对，那其他的时间呢？直接种番茄，番茄也很抢手。百货公司都有上架。这跟玉米没有关系。玉米的话，是因为就是哥哥就是现在是玉米田4甲地，所以都是他来管理。这个就是这很纯的哎嘿，你不看拉姐哦，拉姐拉拉嘞，它那个果肉，对，这个是完全没有加任何一滴水哦。这就是番茄，其他也是番茄汁这样。对对对，我们是现榨之后，然后煮过，然后冷冻，然后每次开放体验采果乐的时候，请大家喝客人都会说，哎，你的番茄汁当血塞贝啊，好好喝哦！你那个番茄的整个香味，哎，它整个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对对对，我们加任何一滴水。哎，不告您，不告您，不告您。告您菜龟挂的挂的，菜瓜的啦对啦。这厉害。这汤要修处理起来。嘿啊，那丸子是吹牛在里面了。用这个鬼压布，用鬼压布下去做，哎呦这种口感已经不一样。脆脆的。哎，很扎实哎。我觉得就是因为加了那个吹牛，它口感又有一个。这个是请朋友帮忙制作，再加一点这个，是不是感觉很幸福的感觉？啊，等一下打包带走了，等一下它其打包带实有点像走了。你不要这样勉强我们可以哎。我觉得它蛮像烟这火吧。个也是现采的哦，这刚刚都是自己种的哦。哦，很甜。这个现在是市面上也看不到了，被它是台风全部吹走。糯米的口感不。是，原本是这样，这个没有吃6根是吃不出来。对啊。哎，它有糯米的口感哎。很 Q 对不对？很 Q 而且会有一点甜甜的，因为很慢的呀。今天感动，谢谢袁爸、袁妈呢，还有袁妹妹，哎，谢谢。还有跟2个袁哥哥打个招呼。好，正因为有你们的努力，成功把大家的尊敬，真的。 1、2、3，敬礼，辛苦啦！ Can't you see us dancing on the moon? Can't you see us playing in the sun? Can't you see us having lots of fun?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远远的有没有闻到香气了？好香哦！我跟你讲，我带你去的都是美女的地方，因为他们家整间都是 model。 model 店，没啦，还是人家地后名啦。哎，好香哦，真的。 这个是一个油的味道，而且他们家呢已经接近100年了。哎，老板你好，老板你好。啊，您到底什么米啊？那叫你汤啦。我们是古早味的，是台湾本产的芝麻，这个味道是麻油的味道，味道不一样，台湾就是最棒。 芝麻是长在哪里？对，田里长什么样子？不就一粒一粒小小的吗？你以为它就这样长一粒一粒小黑芝麻那你就把它采下来这样子啊？为什么麻油一定要黑芝麻？黑芝麻味道比较浓，白芝麻是专门做香油用的。哦，有凉菜分哦。包水饺不一样的。你向后看一下，芝麻就是长这个样子，不是一粒一粒的吗？它就是豆荚里面就有芝麻在。好不容易让我剥到一个没有的，这个取掉了。取掉了啦。 来看一下黑芝麻在这里，这他妈台湾的，对，这是台湾的芝麻，比较香，比较好吃啊，味道不一样啊。哎台湾的是1级棒，产地在哪里？台湾的产地这？个是我们这边也有，最多还要跑去台南买。啊，这产量多吗？现在年轻人不喜欢种，这些都是老人种的，越来越少人种啊。如何拿到这么多的？跟农民契约，而且听说你是第几代的？我第3代，几岁就开始做了？ 18岁就回来做了。啊，没有去当兵了？有啦，我当伞兵了，空降部队。我在军中表现特优，连长直接给我升班长，因为我没有有机会去士官班，因为我体能好了，都代表连上去，算是对，这是一个优秀的。对啊。现在也是啊。我们中午睡觉的时候起来无精打采啊，被排长划第3营跑到第1营的电线杆，我从最后冲到最前面第1名，左去右回，冲回来第1名。我们排长说我是前33年最优秀。好
那现在这个要倒进去了。对啊，我把它倒下去啊。让我体验。你要体验是这样，等一下，现在这是哪一个工序？就是那个机器把它弄上去，它会抽到上面去。对对对，来，正常的是。对啊。来了，当然是冲上去是要干嘛的？啊，就是要炒啊！我煮物的时候都用人工在炒啊。它现在吸上去，上面用是用马达的机器把它弄上去，然后呢再到这个机器里面来炒。对啊，那要先烧一点茶。柴烧跟瓦斯烧有什么差别？柴烧就是比较香。哎呀！加5对。对。所以它来这边，这个芝麻再下去了，你看芝麻再下去。哦，所以这里面有几度？要炒到200多度，在后面会变成什么？炒熟，然后再压机器把它压扁，然后再用蒸汽把它蒸熟、蒸热，然后再压出来了。古早味，老祖先传下来的。他现在第几代已经在接了？第4代，现在有人接了。我2个儿子都在接了。哦，所以我儿子都有兴趣啊。有钱抽就有兴趣。对，只是传承下去，继续传承我们台湾的古早味。我们现在就过去找你儿子。好，那爸爸你就在这边哦。哎，我还要烧柴，还要烧柴啊！那个我要烧柴。台湾本产的芝麻味道不一样，台湾就是最棒。第四代是奶奶最不容易认识他的。阿嬷美玲的阿雄，你是阿雄哈？我是阿雄。阿雄哦是最听话的，对，年纪轻轻就回来接家业。做几年了？已经做20年了，退伍回来就开始做了。现在来到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器具，阿雄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芝麻炒熟，碾完粉之后，我们要把它压成一块一块的饼。现在要压饼了，因为政府现在也有补助，鼓励农民种台湾芝麻，把台湾的芝麻的香啊。他现在铺这张纸是要打麻将是？所以刚刚那边在炒那个芝麻嘛，那边炒熟之后散热，然后碾完粉再下来这里。这套机器是我96岁的阿公发明的。对，来了，下来了。这是芝麻粉。对，它已经在锅子里面蒸汽加热搅拌之后，让它充分加热，以方便我们榨油出来。所以这张纸就是把它框在一个空间里面。对，等于是它的衣服的样子。衣服。对。可以闻闻看，是不是很香？有没有像咖啡啊？好香哦，真的很香。是不是加热之后它的油分会比较多？没错，因为冷的时候它压不出油。那这样可以吃吗？现在这样不好啦，这样会苦苦的。等一下我们吃好吃的麻油鸡。对。现在呢已经铺好了，然后就再把纸把它包起来，这样。对，然后推进去，那边马上就压了。对，然后压下来，压成饼的形状。压成饼，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饼，方便我们去压它。那好，我们就要把它搬到这是圆形的哦。对，我们这个是站立油车。这个是取第一次油，把油取出来之后，我们再倒我们传统的这个。这是夹的平躺式的油车。这感觉一个很重哎，20斤油哦。20斤。来，排列组合来。排列组合。上。小铁圈上去。再对中铁圈。然后铺纸铺上去。对，铺在中间。对。再拉起来。对，拉起来。把它拉顺。这个纸也是特制的哦。对，这个都是无毒的，专门用来包这个饼。那我们把它推到底 ，OK， 按这个，按一下。现在看到蒸汽有没有？对，就在里面。对，哇！所以它下来也是刚好一个饼的分量。没错，因为阿公发明的时候，他就是在上面放一个磅秤，每一块他称完他就停下来，都是一样重，它蒸汽的时间也一样。他就想说，以前都一包一包，然后就是把它改成半自动。这样可以对不对？对，把这个拿起来，这里厉害啦！好，拿锅皮了，好，对，包，直接推到底，好，然后按一下黑色的，然后再压下来，压到底没关系。对，然后再上。OK，可以。其实
现在这个阶段压了一下，它的油就出来了。对，这个真的还蛮重的。对，哇，顺便可以做油的时候，顺便可以健身。哎，这真的蛮重的。来问我，请叫我当哦。对，然后大铁圈跟小铁圈，很重。哎呀，今晚我们小顺便跳台啊。小顺等我一下。还有这个，还有游泳圈，对，放中间。好，注意哦，开关启动。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块芝麻饼。哎，来哦，芝麻就下来了。芝麻开门。这几度啊，蛮烫的哎。油嘞。对，来。所以目前就是你跟你哥哥，对我哥哥跟我爸爸，我们三兄弟。三兄弟，爸爸可以像朋友这样子，很好哎。对啊，下去，来下去。哎呦，我们把它压成饼，然后再上。小哥他都挡了哦。不行，我再来那个。男人最讨厌人家说他不行。对，你要确哦。我确定由你来搬。哎，金价都挡了呢。哦，瑞佳可以，20斤还好啊。很重。现在用这台直立式的先压。对，因为我们台湾的芝麻，它的油脂丰富。哎呦，这油哎，开始了。哦，来。哦呦，哇塞，跟瀑布一样哎，好疗愈哦。这样一块饼能炸出多少油？差不多能炸出4斤。哇塞，像瀑布一样。哇，麻油是这样出来的，秘密流啊！一颗小小的芝麻，你不知道它里面蕴含了这么多的油脂，对不对？要炸多久啊？差不多半个小时。这是我们一开始而已，最主要我们真正取油的是在这一台平躺的车，这一台就要压1天，它才会干。那边又可以挤多少出来？哦，这边大概可以取300斤，然后我们用那个桶，就是因为要让它沉淀，把油用干净就可以装瓶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台湾黑麻油，有一个台湾宝岛的台湾籽，这个才是我们要来装的台湾芝麻油。价格也有差。听说外面呢，如果你没有那个分辨的能力，它可能会掺一点什么大豆油，就是俗称的沙拉油，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是用道地黑芝麻炸的麻油，这跟领金钟奖一样上去了。我是下上台湾的啦，下上台湾啦，用纯的啦，来，滤了这个器具，那就有滤网了。对，因为照理来说，我们自己榨出来的油，通常要经过半个月的沉淀，让它清澈，然后我们现榨现装，所以我们就会拉过滤，就可以直接装了。试试看，近一点。好精华哦！这个麻油都是我爸爸18岁退伍后，已经有50年的经验炒出来的芝麻，它的香气很够，香，真的。炒芝麻真的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用柴烧？就是因为柴烧它的温火炒出来比较香，然后它的受热点，一个锅子啊，它的受热点比较平均，不是像定火这样直接在那边喷烧而已。哎，我好像在装黄金哦，你看那个颜色，差不多，你要抓一下哦。可以。这个啊，哇，这是我小时候很多东西，包括连酒，包括连油，都是用这样油，就是用大哎。对，大油，阿妈弄来大油啊呢。我们这个台湾麻油最多用处的就是这尾来麻油鸡啊，这我最爱。你有什么不爱的？不爱苦，不爱批，差不多了。哎呀，太多了。可以的，多装一点，都自己的，多装一点。金本尽了，开饭店不会叫人大家。哎，对，太开心了，人生第一个自己榨的麻油，哇塞！这一看就知道这是男人的圣品，真的，因为从他们一直过来都是男人，有没有？都是公的，这是哥哥阿茂。听说呢，这一个你吃的是很有感觉的。哦，对，麻油鸡，从小吃到大，冬天很补。对，哇塞，那个鸡肉，对，哎呀，很下饭。我闻这个香味我都醉了。只要妈妈一煮麻油鸡啊，我们饭都多吃好几碗。真的，我也是。哦，
天然的，哎，那鸡肉很扎实，很扎实。整个充满那个麻油的香味，它很纯，吃起来那种细腻度就不一样，好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然后小时候奶奶煮的那种麻油味，然后那个油又很细致，浓醇香。吃的体力会变得更好一点。对对。那前面这一杯是什么？芝麻豆浆。不是那个单纯是榨油的，这个是我们整颗芝麻炒熟之后磨出来的芝麻粉，富含了钙质。我的小孩瑞瑞每天都在喝。瑞，来喝一杯，快点来，丽玲在抖汗呢。来，瑞瑞不要客气，干杯。好喝吗？从小时候喝到大，对，小时候喝到大。哎呦，哎，很香那个。就是补钙啊，头发比较不会白，抗氧化，太黄了，你太黄了，降低胆固醇，预防中风。预防中风，你赶快喝啊！吃芝麻有很多好处，因为像我阿公96岁了，他每天还是可以爬楼梯上2楼，他都每天也都会喝芝麻牛奶，而且它完全不会甜啊。对，就纯芝麻的香味。啊，这个是麻油松板猪，松板猪都是麻油，沾一下。那个脆度不一样哎，很弹吧？要吃这种很会打棒球哎，好弹咬，松板大补。对，然后你要煮大骨汤，你就又会丢又会打，大骨祥平。我真的觉得它那个麻油真的是精华，完全变主角了。对，没错，因为我们台湾芝麻的香气就是很够，所以这个是苦茶油高丽菜，超级香的啦。没想到这么搭哎，我会怕苦茶的味道抢走那个高丽菜的香味，是不是很甜？对不对？非常甜，反而是把高丽菜那个甜度带出来。那茂哥呢，也是从小就参与这个行业。对呀。人家说哦，戏边卡脚骨就是你的，你在过去边脚骨真正变你的，真正是伊的。因两个即马大家拢你。小时候跟着爸爸做啊，夏天就小月嘛，就苦茶油一样很大月，就有时候会去爬山，冬天就会跑马拉松，麻油也很忙，对，所以就冬天很充实。所以你们家那些其他的副产品都有在制作，跟芝麻有关的，麻油、香油、苦茶油都有。这个是苦茶油，对，这个是苦茶油炸鸡肉，帮我走一块上鸡腿肉，交给我。你现在分得出来，随便你。苦茶油对身体很好，很固胃，早上起来空腹喝也很好，胃食道逆流啊、胃酸都可以改善。炸过它特别的酥脆，好香哦，苦茶油的香气，你就在吃零嘴。哦，爸爸好勤劳啊！对，还在炒。苦茶油是有富含的那个 omega 3，对，给我们看，他们的 omega 3很足够，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喝。有没有小杯？来，一汤匙就好，差不多。来，这个打开了很容易坏掉，我待会帮你带走，直接带走。你可以细细的品尝它的苦茶香气。我们家的苦茶油接受度很高哦。它有点回甘，你下了喉咙，然后那个气又上来，而且它是浓醇，对，它叫苦茶油，但是它不苦，温度掌握的很厉害，很辛劳，你爸爸很辛劳。他1年了365天没有停过，真的。对你半夜2点起来尿，他早就尿好了。但是我觉得你们家人都很结实哦。对。那你说你看你那个马拉松有故事的，哥哥吃麻油是为什么那么厉害？吃芝麻粉、芝麻酱啊，麻油、苦茶油都有吃，补钙肌肉就会比较结实。茂哥，猛快买哦，不是我太慢认识你了，我的膝盖都开好了。哥哥啊，在马拉松界算是蛮有名的，他每一次跑42公里的全马马拉松都可以上讲台上面。全马不容易耶，他最高纪录跑过100公里，而且去跑全马拉松，跑去奋起湖再跑回来，南跑去奋起湖再下来，对，上去50下来50。有买一个便当吗？厉害，因为他所有的关节都有润滑了。对啦，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除了吃到他们家的原汁原味，从阿做到现在，用古法，然后呢用台湾芝麻练出来最好的内容，真的，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热情，对，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做榜样给我们看，不要让它失传，一代传一代。OK， 来，接下去。这个豆浆也厉害啊。对，这个豆浆在我们水上很有名哦。小顺有机会可以去试试。这个我听过，真的吗？还没吃过。听说别去找他们，真的很厉害。再帮我喝一点。可以啊，够力。我也要。很容易吸收，真的吃长期。可以加个 line 吗？可以加个 line。
这一家，它虽然没有开很久，但是它已经名闻遐迩，打出名号了，很多人都从很远的地方特别来。慕名而来。老板，哇，你看一锅一锅的，难怪我们远远就闻到了。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我在看我们的黄豆啊，是加拿大顶级非机改黄豆。为什么一定要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的土壤肥沃，泡出来的黄豆都比较圆润，这个比较肥一点，对，比较肥。单一产区的原因就是说，就像台湾有西螺米、花莲米，加拿大有单一产区的黄豆，它的味道会比较香，口感会比较好。OK， 对，然后它在这个有证明哦，它是 IP 认证的哦。那我先把机器打开，然后把那个黄豆倒下去。哦，你有看到有一点一点的那个？这是什么？这就是燕麦。啊，我们的豆浆里面有加燕麦，就是加燕麦，为什么？增加它的香气啊，香气哦，多营养价值啊。这边全部那个豆渣，这个还有用吗？当肥料，是有人去养鸡养猪，然后去种菜，然后说养起来的都很营养。我看前面已经有好几桶已经在滚了。对，你每天大概要做1袋的黄豆，1袋黄豆要30公斤。那你刚刚这个量是几公斤？是2公斤。豆浆煮到后来，总共有5到6。一层一层，层层堆底，才会有那个口感的层次，所以豆花才会这么细嫩。是自己研发吗？自己研发，跟爸爸一起创业。哎，现在已经磨完了。哎，差不多了。现在这一桶要放到这边来。对，交给我吗？小心哦。好。它会跳哦，它会跳舞，因为它会豆浆会跳舞。你看哦，你先倒一点。真的呢？有，我蛮疗愈的呢。对，就是会跳舞的豆浆，因为哎呀，对，别让面，可是我在后面接。好，没事，用嘴巴接。好 ，OK。哇塞，尝到。这个过程把它抖掉的是什么？这台原本就先把初步的渣滤掉了，里面还会有细微的渣。我们要经过这一台过滤筛，它大概是150目的目数，你挖一坨起来，还是很细致的哦。它在豆浆里面是很难感受到的哦。哎，好绵哦。它现在它也是豆浆的渣哦。渣男呐，对，渣，这个可以当敷脸用哦，你看。我们在喝的豆浆，我们里面还都没有发现说里面还这么多渣，喉咙会卡卡的，就是这个地方。哦，现在这个怎么办？我们到时候会洗掉，因为它营养价值都已经在都在这边，精华在这边了。对，然后再把这拿下去，端起来，可以。所以呢，从那个机器到那个机器到这个机器，是你们自己研发吗？对，研发的。真的，你看。对。好，把它倒进去。哇，这豆浆应该超好喝的，浓醇香，这还没煮过就已经这么香了。对，有豆味。好，来，那这个步骤，这个泡不用下去啊。这就是我们没有加酵泡剂的原因，天然的。那我们现在把它转，哎，为什么要转？因为豆浆蛋白质含量高，然后火加下去会容易超味大。以前呢都是用人工这样去，对，它现在不用人工，现在是用机器。一锅煮好大概要40分钟，让机器搅。那我们来开火一下，开火啊！起火。好了，引火开了，插个按钮。哦，弄老瓜，做豆腐上辛苦的所在就是安尼，弄爱大粒瓜、细粒瓜，那个温度很高啊。那旁边这2锅是已经有煮好了，那为什么上面会有这层？你怎么知道吗？这个叫腐皮，因为我们做豆花不能有豆皮，因为会影响到豆花口感。竹子给我。那我们把用竹子把它弄起来。要怎么捞？怎么捞？来捞，工具在这。这种工具，我们要把这个渣，这个你先示范一下，就把这个腐皮。你这层皮把它捞掉，我们要让它有完整的那。我来。所以这个一样没有用了嘛？对，没有用的，只就是。你不能把它晒干吗？变豆皮啊？这样太搞刚了的。就这样要一直捞哦。对，要一直捞。那泡泡有些都是杂质，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杂质都捞掉。哦，这是第3道的过滤。那它多久还要再结一层？因为我们就不要让它结了，所以我们都要保持在这个状态，因为让它这个光滑面，这样我们冲豆花的话不会有那些杂质去影响到
口感。豆浆倒下去倒滚要30分钟，是，然后我们还要再经过20分钟去控倒丁熬豆浆的概念。熬豆浆的概念，它那个浓香就是这样慢慢熬出来的。但是还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拿了一支工具。你是说这个吗？对，因为这一般综艺节目会这样。我有空铁啊。这我们就捞豆浆。那滚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加消泡机，它会一直冒泡，我们要一直捞一直捞。因为我们就想说，不要让它维持在这个温度，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是不是？扬汤止沸，就让它把它温度降低。对，然后我们要把它拉起来。哦，拉！这个味道，你有看过印度拉茶的那个？有，这个概念一样。我现在拉起来，有没有闻到那个味道？有出来了，味道就散出来了。我真的有问那个印度人呢，他就说那个动作只是降温而已，扬汤止沸。对，所以要摇起来要旺，扬汤止沸。拿点饲料给它吃，要捞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泡沫没有了为止吗？对，拉到泡沫没有。最主要的用意是要让那个香气提升，把一些不好的物质，它会从扬汤的时候在空气中它会挥发掉，它保留它豆子对原始的味道。你这样的脸这样子真难怪，我看你的皮肤也蛮好的，因为每天都喝豆浆。你光做个豆浆的基底就这么搞刚了。对啊，豆皮来了，拉嘞！我看这边扬汤止沸了。好可爱哦！做罗啊呢，真的，这很适合冬天做了哈。对 ，OK， 那我们再来就下一个步骤，我们要来种豆花了。又到了这个放大招的这个环节了。是，一般都是放什么样的秘招？我觉得应该是地瓜粉。不是，这个是本身里面也会放一点盐卤，那最主要的是这个，咱讲的葛玉金粉、葛根粉，就是咱较早咧热掉的时候，拢会去无糖落去食的迄个粉。葛根你知道吗？就有一种植物叫葛根，它有点像莲藕，它跟莲藕很同科的。好像很少人听到用这样的方式。对啊，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也是你跟你爸研发的。对我爸，因为这个粉是我阿嬷给我们的，原本是要让我爸去煎鱼，因为它跟地瓜粉长得很像，他就拿错包了，拿到这一包去做豆花，然后他发现说这包的粉做起来豆花怎么会这么 Q 弹？无心插柳，柳橙汁，有心栽花花内裤。喂，所以变成秘密武器了。变成秘密武器。你这样一讲，那同行不都知道了吗？没差啊，因为这个粉很贵，因为地瓜粉一斤20-30块，这个粉一斤要300多块哦，所以成本就会差很多。下重本来，然后我们就加一点水，好，然后来把粉我们加下去搅拌。这个比较辛苦了，我来。哦，真的太辛苦了。这一看就专业的。要搅多久？搅3个月嘛，不3个月再烧。因为它搅水费吗？因为它本身粉的质地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搅匀。哦，搅匀。是打成泡捞起来吗？不用，不用，因为我们等下要过滤，那可以了，可以来倒在桶子里面。倒完之后里面会有残留一些粉浆，我们要来等灯哎。这是老师傅教我们说不能浪费，不要浪费，再加进一点。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是从小你就很喜欢吗？以前我妈妈、我爸爸他们都会煮豆浆啊。有一次我爸退休了，他过了年退休，然后他去。你爸爸有一次退休了，就是他退休之后，然后去上了证照班的课，说他退休之后不要没事做。他说有些同事没事做就已经回去卖鸭蛋。对，很容易啊。他自己也知道吗？去苏州卖鸭蛋，然后他就去考证照。有一堂课刚好老师教了豆浆跟豆花，然后他去研究这种豆花比较健康的，因为我先插有成就去找到这个很好的粉，难怪去做豆花。他先把它抖一抖，那我们要稍微把它，然后再和一下，好啦，没有，上面还有盛一些粉，那再加一点水，把它。你爸今天怎么没有出现？他今天在市区帮我顾市区的店。对，他有几家店了？现在有2家店。哎呦，越开越多店呢。这样没有看到白白的就可以了。 OK， 好，对，重点来了，最轻松的就交给你了。这支给小顺，是，对，它倒完我们要去搅。好，请问就这一锅吗？对，这一锅。那我可以试拿看看。可以。小心哦。那我们就朝这个倒下去就可以了。力气够吗？可以啊，就慢慢倒就可以了。一气呵成好，来喽，保持这样的高度。这这就是最古早的
老师傅改高度就是这样，嘟好，这样嘟好的那个。哦，还有一定的海拔。对，这样子的一个流速，对，跟它里面的一个撞击，再来，加速了，再来 ，OK 啦，差不多了。全到。那我们为了让它更均一点，所以我们要快速搅拌，再把它搅拌，谢谢。搅个10下。 1、2、3、 1、2、3、4、2、2、3、4、上7、8、9、10。哇，这种豆花一定很好吃。这种豆花里面有我的温度。对，大概过20分钟它就凝固了。哦。对，因为上面这个泡泡，我们等一下还是要捞掉。捞掉。现在捞吗？没有，我们到那个门市我们再来捞。好。对。 不禁一番寒彻骨，哪有豆花可以吃？这就是你们刚刚冲完的豆花。我有问题，所以凝固2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马上吃吗？就可以上桌了吗？不行，不行，为什么？为什么？那我听过冷冻打灰不？他再来打灰用下冷冻打灰，所以它打灰一定爱冻一下，要冻一下才可以好吃。为什么？因为它是固体凝固的，然后它的中心冲下去还是很热的，所以它完全泡在冰水里面冷却降温，才会直达里面，才会变成冷冻打灰，才会 Q 嫩。那现在为什么上面有花花的？你们刚刚说了，不是很多泡沫吗？对。那些泡沫我们就是要捞掉。那我们这个是，你看它是薄一层的，所以我们当然用的是平的。哎呀，是有功夫的哦。第一个不能浪费哦，太多了。你去我们店里吃豆花都在看我们挖豆花哦。放着吗？对。所以呢，待会你就吃那个，对。吃渣。小顺，稍微再深一点。哦，要再深一点啊？对。哎呦，因为它那个泡泡是有根的。小顺，你需要捞渣吗？我需要捞我待会要想吃的。那你注意看哦，我们把渣渣捞掉，所以它有一层粗的皮。那是毛细孔啊。把它敲起来，类似像下刀一样哦。真功夫了。对哦。像整形医生一样。对，我要把它往。真的有毛细孔哎。哎呦，现在把月球表面清理一下啊。那你把它拉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变成光滑的豆花了。哎呀，有，哦哟，有没有像在作画？就变成很光滑的那个。对啊，哎呦，它很细腻、很紧密的。那这一碗怎么办？这碗那个要丢掉的，吃起来就会像吃泡泡的感觉，是分子料理的感觉，不会变成员工餐的哦。挖豆花也要有技巧吗？最主要就是说，一定要平的，是，照着这豆花的弧度，快很准。哎呦，是这样的。我们会从旁边，因为旁边可以掏脚包，它有个地方帮你顶住。对，需要技术的啊。收波了，那个夹切美。因为我自己想多吃一点点。啊，你呢？我脸皮比较厚，可以用厚一点。所以，我们再深一点。啊，我们这样太大片，所以我们要大概再控制在那个豆花。你这孩子就是贪心，够厚了吧？就是这样，这样是最漂亮。哎呀。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为什么嘉义人家说都要加豆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挖丑了之后，我们用豆浆去盖掉这个美感。哎呀，所以人讲豆花吃豆打啊，吃豆打过我都被个是用豆丁叶看。用豆丁叶看的，全台只有嘉义的豆花会加豆浆。2万想不到，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万想不到，就2万想不到。一个传统的豆花店竟然有这么多的选项，而且我发现真的是2万个想不到，因为我好像有吃过。在哪里？在那个市区里面，因为它市区还有一家分店，大排长龙哎。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上面为什么会有像粉肠一样的东西？冰沙豆花，豆浆冰沙的口感，对，拉那个豆花底的那个香气，口感就有层次了。对啊，很会呢，会耶。那我这个颜色是糖水，最基本的糖水的冰沙。哇，这一碗怎么看起来这么高贵啊？真的是那个枸杞银耳汤，天然的胶质，长时间去把它熬煮出来。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的冰淇淋，这个你一定外面吃不到的，研究很久才研究出来的一个豆花冰淇淋。因为我跟爸爸一起创业嘛，是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想卖冰啊。你想卖北冰，你老爸想要做医生，有没有？啊，以后讲一句话，啊你卖冰，啊你寒人要卖啥？有啊，对啊。
所以豆花冬天也变热的。对，它冬天就可以做热的。我说好，不然就先开豆花店，然后再开始延伸，然后去买一台机器来做冰，所以我们就想说，不然就是做豆花的冰淇淋。多重选项，他如果有选择性障碍怎么办？就你就在门口，你就一直排队。现在有人就一碗豆花一个冰淇淋，然后就一碗豆花一个那个。我刚应该先吃原味的。哎，那个豆花的本体真的绵跟 Q 弹中间刚刚好，那个不知道怎么那个形容起来，就是介于布丁、豆花那种绵绵的那种中间，而且它的甜不是那种过分的甜的，就刚刚好。我刚好偷吃这个，哦，很厉害。哎，这个黑糖很特别选过吧？开上的糖去炒过。为什么有种一定要炒过？为什么有种焦糖的？因为我们这主打就是要一个焦糖水的味道，一定要有。因为有多一个很特别的味道，焦糖味。对。哎，我觉得那个薏仁还蛮强的哎。我们是使用珍珠薏仁，它的薏仁有嚼劲呢，不会烧烧的那种。对啊，哎，它薏仁我有吓到哎。芋圆啊，就用了2个产地的芋圆，一个是假鲜的，一个是大假。这是自己做的还是请人家做的？就自己弄的，厉害。对，这个2个产地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假鲜的芋头有香气，大假的芋头它口感松软的，上面结合在一起，一个香气加起来做起来的刚刚好，刚刚好。地瓜的话就是云林君来，一口接一口嘞，停不下来。好好吃哦！我觉得你们会造成一个风气，就是吃呢一定要很计较。第一个，你那个很懂吃，就很知道你怎么去计较这些料是怎么来，是怎么煮的。像光这个花生是真正的花生的原本的颜色，用快锅去煮短，光煮花生就要煮了4个小时。可是你这样一提醒我，我要再吃一次。哎，可是因为一般的花生都煮得很软，它还是有稍微保有它那原本那个嚼劲。你不要一直拿着。我知道你整碗要倒下去，对不对？哎，它其实变成冰沙，它的浓度还是在，那个香气还是在，反而要更浓郁哦，更香，更香，很厉害耶。其实我平常没有吃这么多东西，对，平常没有这么多甜品，就要口口加。哎，我对这个花生跟那个珍珠薏仁啊念念不忘，要留点给我啦。有啦。这有像那个北海道的那个冰淇淋，对，鲜乳冰淇淋。怎么浓稠啊？它本身里面有加油脂，加了奶类，然后有把我们的豆花一起，所以就黄豆跟奶味那个结合在一起，然后非常浓郁。浓郁。红豆，你吃一下，然后把它咬下去，你会感受这个小细节。那个圆形的肉，满满的，没有籽，都会把那个红枣挑掉，是，就因为他不想吃到籽，对，我们要煮的时候还把籽去掉。哎呀，好细心哦！待会我们要去下一站，他们要边吃边喊啊，如假如刷嘴哎！而且你下次可以推这种豪华版，真的是造成轰动了，真的。这位同学，对不起，把废了。手刀，但这边不能放掉，不能放掉，哎，下来嘞，出发吧！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火鸡本鸡了，听说它很大只哎，而且我不晓得它到底会不会啄人呢。待会我要让你跟火鸡好好拥抱一下啊，这样我好害怕哦。然后我们去找火鸡了，出发吧！现在已经看到他们那个合唱团已经在唱歌了。今天是找到一个门路才找到这个场子来，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找一个小新老板。我刚刚隐隐约约有点看到，他有点修贵大家，不要怕，这个还不是最大只的，真的假的？小新老板，你可以先出来一下吗？可以。哎呦，来，他们怎么会这样和声呢？对啊，为什么？因为其实他有点紧张，而且他有领地意识，叫我们不要靠近他。而且呢，人家说你脸都绿了，他们说吓到都吓成蓝的啦。但是我以前看到的火鸡好像都是黑的。对，以前的火鸡呀，台湾养的是青铜火鸡，还有这种，这个是尼古拉火鸡，这个是美国进口的。那跟它的肉质还是跟大小有关吗？有差哦。你像以前青铜火鸡，它最大的公的可能大概15公斤，可是我们这种可以养到25公斤。哦，这么大只哦，很大只哎，很难搞哦，
快要抱不起来。啊，这个是自己孵蛋？没有，我们是进小鸡蛋在台湾孵完之后才会进到我们的那个火鸡场。啊，很温驯吗？其实很凶哦，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这样。对，等一下就一咬它 OK 哦，它这样。它是用捏的，对不对？对，捏下去整个 OK 哦。越来越大声了。他们的火鸡脚上面后面有一只那个钩子，他们是跳起来踩踏。待会他们有看到了，有后面有钩子。对。那这样就你进去了啊。接近他们，先变成他们。那我们跳一下，换成白衣服，1、2、3，变火鸡。那待会我们进去要注意什么？我们尽量不要太靠近它。我先找几只温驯一点的，让你们先帮我挑选看看。啊，你在前面。你叫我们进去，我们才进去啊！欢迎进入，先帮你们驱赶。当然了，好大只哦！你看我们的电风扇都比一般的还要大型，这种才够可以散热啊。不好意思啊，第一个就是他们长得跟你很像，引导钩追就勾耶。对，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他们跟恐龙是有关系的吗？有。其实人家在讲说，火鸡其实是恐龙的近亲，所以你看它的特征，它的爪子这个都长得很像恐龙。来，那我先抓一只公的火鸡过来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么顺手啊！哎呦，哇塞！你像火鸡的特征就是它前面有一个这个，会依照它的情绪而变长变短，它会这样的一直垂下来，这么垂。垂下来是什么意思？对，心情好的时候它就会，然后有时候就会缩起来，就是不使用它的时候。但是这个其实是它为了要跟母火鸡示好，或者是跟它展现出它公火鸡的一个性征。然后你像其他像这个，它的肉瘤越鲜艳，表示说它这一只越帅，母火鸡才会越喜欢。然后再来像它这样子的体型，大概20公斤哦。20公斤哦，这当它已经多大了？这个已经5个月大了哦。直接用抓翅膀，它不会怎样哦？没有，我会抓住它的关节，我随便抓的话，它会骨折落。OK，对，你要抓紧它的关节。好结实哦。麻烦你不要把它头对着我。好，你别对着我。对，因为我是专业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子2只翅膀抓。一般人他们要先抓单边的翅膀跟单边的脚，像这样子。然后让它脚是垂直状态，就像这样子，它才不会去踢到我们。它怎么晃，它都踢不到自己。所以你们要，那你就先抓这一只。他现在胸腔挺这么高是怎样？哇，要来输赢吗？就是他要比对说谁比较厉害，看不顺眼，2只就对打，就会对斗了。他就会直接从它上面咬它的手，就这样咬下去。你有被咬过吗？我比较没有啊，你先体验看看。这只吗？这只比较轻啊。它的脚底脚筋哦。不要走。这边这样抓它的对，然后抓另外一只脚，把脚先抬起来，你那个要靠右边，靠另外这边的脚，像这样子，才不会踢到蛋。可以吗？对，然后这样抓起来，修裆啊，像修补一样，哇，很重哎，对。我来气化蛮好。以后这一手不顺，你就是用另外一只手。你说脚把它用起来。对，先这当哎，会踢到，你这样会踢到。你先放下，这个要拉直。拉直。对。旁边，我觉得旁边那几只一直要靠过来。对，他们也想要体验被抱起来的感觉。就当哎，这只还是算看起来比较瘦的哦。那你去抓那只大脚的。我可以直接抓翅膀吗？这样它翅膀很容易受伤哦。你先把它压下去，先压到地上，然后抓住一只翅膀的关节，往它的脚的后面的那一段，对，拉直，然后这个要靠过来这边，抓起来，对，很重哎。对，我现在发现它是有肌肉的，而且超结实的，所以它会咬我，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哎。因为我们是自己饲养的火鸡，我们每天要进来喂食照顾，然后哪一只身体状况什么的，我们都要。它已经习惯了。对，它已经习惯跟人接触。野生的很凶哦。他们会踩踏。对，踩踏。对。喂，他们呢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是什么？天顶三界公，地下五苦公，拢叫阿姑的啊。阿姑啊！等一下去到我们母火鸡区参观
玩一下。那为什么要分开？主要是公的跟母的会想要多接触。叫声不一样哎，对对对，它不会像公的那么兴奋，对。哎，母的比较秀气哎，它的长相也比较好看一点点。我们可以进来体验一下。哎，有蛋呢，火鸡这么大只，怎么比一般的鸡蛋还小啊？拿一颗来看一下，这鸟蛋吧？像这个看起来比较小，这是第一次生的，不太会生蛋，它就比较小颗，会越生越大。但是它也没有鸵鸟蛋那么大，就大概最大多大？一点点。我们母火鸡的体型其实比公的还要小很多，对，所以它没有办法下那么大颗蛋。那母火鸡它的平均体重大概多重？大概可以养到10至15公斤。哦，那边已经到25了。对。在吃的时候有分公母吗？火鸡肉饭店在叫的时候是没有分公母的，肉质上其实会有一些差别。你像公的，它火鸡胸一大块，比较结实。对，火鸡胸，对，火鸡胸有腥味，有腥味。母的肉比较少，嫩，吃起来就比较嫩，会比较有油香；母的会比较多油。听说要帮他们铺床，是不是？对。啊，是因为公的来这边共度良宵吗？不是，因为下雨天或者是潮湿，铺一层床是让他们坐在上面比较舒服、好睡，而且它可以防止细菌滋生。以后要清理的时候比较好清。然后这个东西我们还会给果农当肥料用，就等一个循环。那我们要怎么铺？那铺什么床？要有棉被吗？我带你来看我们的火鸡的棉被。就这一袋吗？我那袋要拿吗？我带你。好哦，这个小时候会拆，现在不会拆，他会拉一条就拉。对。我先帮你们打开，介绍一下。你看到这个这什么东西？是抽坑。对。那要怎么铺呢？来拉着，稍微像这样子，像这样左右倒，一人铺一排这样子铺过去。铺一排，这样撒，往前撒。来了。来哦，名城哦。哎，再厚一些。看到地上没有的，就可以铺了。好，铺完之后，我要带你们体验看看我们平时怎么赶火鸡。范围要很大吗？这区块看起来比较湿的都要铺。哦，这边很湿。对。这边比较黏湿的，这个就是他们在上面大小便。哎呀，好，辛苦了。不会，这些就可以。哎，蛮好玩的。剩的先放着。对。这都是屎啊。对，铺一铺。再来，我教你们怎么赶火鸡。他们很不受控，他会想要乱跑啊。我们也不可能这样一只挡啊，我们就会拿这个，他会因为这上面的声音害怕，去影响他想要行走的方向。对，先把它框住，有点像左右框住，他就没有办法左右跑。稍微靠近它，像这样往前靠，它就会一直往前走，就是像这样子。把它用到这个范围里面就可以了吧？对，就像这样子，这样可以了。有点像你指引它，只能往前走。来吧。然后你看，它也不一定会受控制，有没有？它也不一定会想要，因为它现在其实很紧张，太多人。那待会我们就准备2个赛道，我们看谁比较快把那个母火鸡赶到对面去。OK， 威武！我的。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赶鸡？我们每次出货的时候，因为一只抱太累了，所以我们会把它赶到路口，让我们车子在外面接它，去到下一个目的地。我们2个猜拳，因为现在有一只在休息，那来挑看哪一只呢比较有可能赶得动。剪刀石头布，那个是什么？是我先选的。好，来剪刀石头布，好，那你先选它。好，你确定？它可能只是看起来而已，没有。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兄弟们，哎，来哦，各位， 3、2、1 ，Go， 开始。哎，来。我已经到了，胜哥赢了。你看他，他想要从那里穿回去，他想要回他的家。所以呢，并不一定猜赢的会变成获胜者。怎么这样？没有办法啊！今天有火鸡肉可以吃吗？有啊，然后我们准备了烤火鸡跟其他火鸡料理。那这2只现在干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要滑雪滑出去。OK， 来，哎，来 Go， 滑去吃火鸡。都给他飞。
煮。哎，瑞佳，你刚才就是爆火鸡第一次爆，你觉得那个感觉如何？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重哎，好重哦。可是好险，我平常有在做健身，然后也有做身体的保养，所以我才可以负荷这样的体验。哇，看你体力超好，我现在已经超累，你知道吗？然后你现在活力还满满的。但你说身体保养是什么？是喝你现在在喝的这个吗？是的，没有错。来，给你喝一点。哎，赞嘞！这个就是我现在要固定喝的白金蛋白。像我现在已经40岁了，要趁着年轻开始做身体的保养才是最重要的，为我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做准备。这喝起来蛮好喝的，但这不是都是健身的人才在喝的吗？一般人适合吗？这个就是一般人的迷思。因为大家都会认为喝蛋白粉就是健身人要喝的，熟龄的人更要喝。像我们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啊，都会看到那个比较年长的人容易跌倒，那个就是因为他的肌力已经流失了。所以呢，不止我喝，我也分享给我爸妈喝。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要越老要越勇健。市面上不是也卖了很多这种蛋白粉吗？这有差吗？这个白金蛋白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近2颗的鸡蛋，这么多，它还有钙质，相当于喝了21杯的豆浆。哎，这个是一般人不会喝到的量。对啊，谁喝得到那么多啊？重点是，你知道它号称什么吗？乳清界的劳斯莱斯。哇，这么高等级！它有助于肌的养成，它跟那个产后初乳一样，有重要的营养成分，像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哎，你刚刚不是有喝过吗？哎，对啊，超好喝的，你知道吗？它的味道很像牛奶，就是不会像营养品会觉得不好入口，因为它没有腥味，对，它非常好入口，真的很赞哎。所以我推荐你一定要喝，因为我们做这一行就是劳心劳力，像一般的蛋白饮只有乳清蛋白，但是白金蛋白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钙质、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外呢，它还有富含 BCAA， 有很多种营养的成分，你可以一次吃进去。来，我给你1包。怎么好？那这样子只能喝原味吗？它可以搭配其他的饮料或者什么味道做调整吗？我跟你讲哦，你可以加入可可粉或是杏仁粉，喝起来都很搭，就连乳糖不耐的人都可以喝哦。不能喝牛奶的人也可以喝这个，这也太赞了吧！没有错。哇，那我也要回去囤货，我要回去给我自己喝，还要给我爸妈喝。你看这只大不大只？哇吼！我猜母的，这只是母的没有错啊，弄一小。哇，那个鸡翅膀，翅膀就是2节翅而已，就这么大了。哎呀，我讲一个美国总统的冷知识啦，从老布希传下来的。因为每一年的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人送一只很大的火鸡到白宫去。老布希呢，可能就没有要吃，他就说，那我就赦免了这只火鸡，让他继续呢传宗接代。哇，到现在为止，每一年只要这一天火鸡来特赦他，就这样慢慢传下来，到现在几10年了，一直在流传着啊。因为他没有小新没有当美国总统，所以他没有办法特赦他，他直接切了他。对，我有听过一个跟火鸡有关的笑话，就是有一只鸭子，然后遇到2只火鸡，是其中一只火鸡是美国的火鸡，还有一只是台湾的火鸡。美国的火鸡就讲说，哇，我感恩节快到了，我超害怕的，怕被烤来吃，怕被烤来吃了。那一只鹅就说，哇，我整个冬天就害怕，因为它会被煮成姜母鸭。是，然后剩下的那一只火鸡，他说我住在嘉义耶，最危险的地方。对，因为我们嘉义就是火鸡肉饭，每天都有。对，没有分什么时间点。你平常最爱吃的上鸡腿肉，好大一个，丑哎。这个部分就是鸡胸肉，这么大一片呢。啊，这个要怎么吃？我们先品尝看看，这个是沾过酱的咸火鸡肉，因为我们认识一个做咸猪肉的师傅，用他的做法来做，对，用他的做法来做火鸡的腿排，去切成片，黑胡椒腌制，它的肉是蛮扎实的，很有嚼劲。中间这个就是用火鸡胸切成丁，然后去炸的咸酥鸡，火鸡咸酥鸡，你试试看，口感呢真的是很有力道。哎，鸡佛，你怎么了？我怕痛啊！你怕痛又不是你痛，是他痛啊！哇塞，这只鸡腿我看到头都麻了。然后蛋鸡腿肉这里，对。好来，你蛋给你吃。不对啦 ，Q 弹的吗？这也比一般的还大。对，大很多。修大两把啦。
你不要害怕，就这样子。不是，为什么我们吃都是放大版的？因为既然来到嘉义了，那种豪迈的气氛就要拿出来了。是啊，干了啦！上鸡腿肉就是好吃，咬啊！还行吗？哇，软软的，很像鱼卵。好吃，超嫩的，真的啊！上火鸡腿肉。其实上鸡腿肉为什么我那么爱？因为他们说下面的运动神经比较强啊，这一块刚好就是呢它最适中的地方所以它的肉的颜色也比较深一点点。他说这样的肉是最好吃的，吃起来蛮像豆腐，你看一下。我知道啊，看里面，我小时候很爱吃啊。好，把它出来。爆香哎，感觉好痛哦。吃鸡脖补佛，以形补形。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大个鸡脖。我吃一下那个的鸡胸了，我觉得它这样撕一撕，好像一碗面哦，鸡丝面。那中间这一碗是什么茶？这是我们火鸡滴出来的滴鸡精，我们滴了12个小时，滴完我们先放在冷藏，之后把它上面的油脂刮掉，之后才加热变成这种精华。这个是我们平常辛苦一天喝了补充体力用的。哇，好小心的爱。浓而不腻，不会腻的。这个喝起来，整个精神又来了。以前火鸡是整只卖，所以你没有办法符合这些健身跟家庭式的。我就去研究适合大家料理的部位，变成我把整只火鸡像一般的鸡一样分解成鸡翅、鸡腿、鸡胸，或者是切片，或者是绞肉。就是变成大家方便的一个模式啊。鸡腿、鸡翅这种，我们都处理完，立刻真空包装，然后就进冷冻库了。退冰，你还是可以吃到它的新鲜度，就是像刚处理完的那个状态。等下留个电话哈，要加个 line。想吃火鸡就找小新。一闪一闪小星星，满天都是小星星。因为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着那种书卷气，而且他们装饰很有那个仪式感。跟着我的脚步，我走右脚你就走右脚哦。哎，不好意思，你好。这2杯是迎宾茶吗？是，这2杯是我们的阿里山的气作精选茶，这边是清茶。我们佳哥哥他从来没有这么有气质过，一点格格不入。那来介绍一下整个外观的建筑那种风格是怎么样，让大家了解一下。诚毅文旅呢，在全台湾每一个分馆都融合了在地的文化特色作为主题饭店。那像嘉义最有名就是阿里山嘛，那讲到阿里山，大家就会想到茶叶，所以我们这一座呢，就是亚洲首座以茶为主题的饭店哦。10几年前，因为我做了一个茶的节目，我就来朝圣，我是从外面大马路一直跪进来，我心里在想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老板？难怪我脚要去开刀了，对，很多开掉。2位刚刚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建筑外观跟其他的一般建筑不太一样，有点参差不齐的样子？那不叫参差不齐，对，就是所以有设计感。对，因为很多客人都会问说，怎么都歪哥起错这样子？歪哥起错。他在教你的性格，赶快把茶喝了。是谁？你手上那杯是我。对，那我们就是以茶香堆叠的概念，把马路比喻作是大海，因为以前茶在运送过程中是靠海运嘛，在海上面运行的时候会有点摇摇晃晃的，所以它茶香就会堆叠着参差不齐的样子。而且你看它挑高，然后整个风格很有设计感。对，这是我们仿照以前古时候的茶行，上面会摆很多种茶叶，客人来的时候想要挑什么茶，然后再趁机卖给客人这样子。是我们整栋建筑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房型？那这边的话，我们全馆有55间房间，那我们分为双人房跟4人房。双人房我们是有附浴缸的，因为我们有以茶为主题嘛。那别人可能都泡牛奶浴啊，那我们是以茶入浴，我们是泡茶汤，心旷神怡的感觉，对不对？我们茶是跟数十种中药材熬煮而成的，可以放松身心灵。我们4人房的话是日式的和式榻榻米的房型，它就是榻榻米上面会再放床垫，那也是怕就是家庭来啊，小朋友会睡会滚下去，对，榻榻米就非常适合亲子，可以在那个上面尽情的玩耍。有没有吃的什么内容？全馆的话有2间餐厅，那一间是我们珠山堂的人文茶馆，顶楼有一个高空酒吧。体
验那边有书，这边有茶喝一喝，沙发坐着，然后呢，下午的阳光洒进来，在非常美妙的音乐下，是不行的。它有很多的活动。有周末限定的活动，礼拜六的话是茶染，礼拜天的话是茶冻。你看茶冻是怎么冻法吗？对。 Q 度要到这样子。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茶来染？我们是用红茶。其实红茶是所有茶系当中最嗨的，喝得很快乐。红茶妹妹很嗨哟，太甜，修过啦！预备，不是什么叫一起1、2、3、4。1、2、3、4，红茶妹妹很嗨哟，长得那么的很嗨哟，哎呦，那待会我们用红茶来做布染布这样。对。Are you ready? Ready. 你明明是瑞而已，哪有 D? English name. My name is Emma. Emma. C 嘛 ，D 嘛，这一路下去，26个兄弟姐妹。请问你穿的是几码的？A 码。奉茶，那是我们用红茶的茶梗煮茶，然后帮大家染布。那是成品的。对，这是给你们参考的。那这就很考验2位的创意。我就最没创意。不要讲，大家都看得出来。好，那我们使用的工具呢，就是石头，然后木棍跟橡皮筋。圆形就是用石头绑在任何你想绑的位置。那木棍的话是对线条，拿2根木棍把它夹起来，这边也是用橡皮筋把它绑起来。 绑在头跟尾。总叫你讲来咯，所有文中文棍嘅南边来拍。原来你是做布的戏，哎呀，你是 D 嘛还是 Q 嘛？几工呀？一直在乱唱。那我们这边除了茶染跟茶冻之外，我们还有不定期的活动是茶席，教大家泡茶，还有一些有关茶的知识这样子。大家就是上网看一下，看你喜欢参加什么样的活动。OK， 我这样就可以了。好，很棒。我也差不多了。先让镜头看一下我们绑起来的。哎，好，我是这样子。乱集团，它是一个多重宇宙，好有想象空间哦。那要放下去哦。对，就可以放进去里面。帮我把这迷失丢进去。Don't worry。我让爹哦。你怎么房卡？这是我带你来的，所以我要什么他都会给我。叫晚上睡觉要很小心哦。那个后扣我马上扣起来，现在扣起来了，我们2个都在里面。一个房间它是要简单的结构，然后那个颜色它配得很好，我觉得这就是专业中的专业。我觉得你一定是忽略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这个不是摆饰用的吗？它虽然也是很好看的一个摆饰。里面有完整的茶具。哇哦！还有小点心哎，床铺的软硬度喜欢吗？喜欢。然后不要装那个样子，然后窗户打开，是不是可以看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叶子？有。哇塞，你看它这个角度刚好，这条路弯弯的过来，好像把所有的财富都带进来这个房间里。它好像泡澡的地方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叶子。Check it out。来点古典的音乐，一杯小茶。哎，所以小顺，先闻一下。好香。请说。它概念是要先把这个茶喝完，再下去泡汤的概念吗？我先帮你倒了。啊，公子切勿，这个不是喝的，这是会给大家看的。什么意思？不，浴池当中，像滑青池一样，让你洗得又滑又轻。它可以净化你的身心灵。已经帮你泡好了。待会有青葱，有胡萝卜，还有呢各式各样的青菜。你这个坏婆婆，我不是只有坏婆婆，坏婆婆是有带烧酒来的。来，请坐。把眼睛闭上，身心灵要洗涤的话，是，你先不讲话啊。你这样喷我满身。我们先从头壳先净化，斜方肌2边斜方肌，2边二头肌，麻烦把二头肌给我。来，那右手二头肌，对，
来胸肌挺出来，胸肌，胸肌。好的，它蛮香的耶，虽然它有中药味，但是它其实茶香的味道蛮重的。大家应该有看过棒球比赛，先把本垒板卷进去，你这样慢慢潜下去，把整个人密在里面。所以我这个也是另类的复燃的概念。待会你起来，你脸上就有很多花纹。潜水，好的。吓了我一跳，他已经潜下去5分多钟了。刚刚我们中间进了一段广告，那个茶汤给你的感觉怎么样？真的好舒服，好放松哦，全身都是这个茶香的味道。古时候的时候，茶就是一种中药了。哎，现在人是拿它当成饮品，但事实上它是可以真的从皮肤接收啊，从你的这个感官接收。下来嘞，出发吧！哎，第一次从水里面出发。真的非常感谢迪马啊，不是 A 马，我是看到他的兄弟就迪吧啊，迪吧，这个是东坡肉系统，对，吴喜老主。我们主厨的私房套餐，东坡肉跟我们的无锡排骨。啊，我这边的茶品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茶？这是我们的阿里山金萱。这边还有个吐司，为什么有个特别吐司？这个也是用茶搭配奶酥，这是我们手工做的秘密的食谱，没有焙茶口味跟伯爵口味这样子，这个是焙茶的。这个你没体验过吧？用茶那个是，我刚才有吃一点屑屑，它好 Q 哦。吃的就是一个过程的美好的拥有。茶结合那个奶酥的口感，比例一定要抓得很准。对，我们是测试了多次。哎，重点吐司很有嚼劲，对，很 Q。凡举，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带来你的真诚，对方一定会感受到跟你认识是一件好事，他就会把呢精锐进出啊。下一次他自己来，应该没有那么多。会啦。我也会有，那我刚刚那段就白说了。哇，这个无锡排骨很厉害，它所有的酱汁是完全浸进去到肉里面。这个排骨很嫩，非常嫩，因为肉咬下去就化掉了。对，可能烹煮的时间也应该蛮长的吧？对，感觉来到这个环境，吃东西开始变慢。因为科技那么发达，你如果可以让自己变慢，你的人生就不会那么匆匆而过。而且你可以更清楚每一个细节，然后他们的用心，包括他所用的碗这些器物。这个一定要肥的跟瘦的一起。哎，他不是对切吗？是，你看他切斜的，那这个人是不是长歪了？这个人，你以为他是那个吐司面包这样切？哎，好了，请服用。是请服用的，还要配开水，对不对？这皮就是一个关键。哎呦，我觉得应该吃下去就是化开的感觉。它就是浓鲜合度，满满的胶质啊，酝酿到火候恰到好处的时候，它是入口即化。如何？我刚刚试图叫2个小孩去找，没找到，它很化开，跑太快了。你看，用筷子这样轻轻的一夹，哇塞，这样的境界就用叉子了。皮化开之后，直接融在那个肉里面，有一种牛奶香啊。哎妈，你可以原谅我，从这一刻眼睛就不张开了。这杯想必是，对，这杯是我们的阿里山日出，坐向日出的意境。茶底是金萱，然后搭配芒果跟红石榴。有听到你喉咙咕噜的声音。你做脆它，就脆它好。那你做后面没？它的层次是怎么样？金萱的基底。我跟你讲，我现在是录影，妈妈帮我准备一个爱的小手。为什么？对，我每次看到你，我都很想扁你。因为你这小动作是值得一扁的。你不要以为你180几我都打不到你。我再喝一下，喝出金萱这个茶底，那芒果香很浓，所以你会越喝越爽口。可怜的 A 嘛，就看着我们2个人一直，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人家。敬一下 A 嘛。对，拿公杯起来喝。哎呀，这如果是威士忌，他今天晚上就很好睡了。谢谢 A 玛，谢谢呢，承载着呢亿万人的那个期许的一个茶样子，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完成自己的心愿。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没事也会来的，孩子。
有长得很像洋娃娃，很可爱。 Hello，小它会动啊？是指定是艺术系的吗？其实不是哎，啊，我是电校系的。我是生死系的。啊，生命礼仪那种。生命关怀，没错。你是说看不出来？是很跳痛。哎，为什么会这样转念？对啊，突然间做这个。我其实想要做艺术疗愈这一块。其实人在最后一段，艺术是可以让他们沉淀心灵，然后去回顾生命过往的。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深奥哦。所以来这边找到自己的正能量，你还没有要走，但是可以先来画画。先来画一下，看我是否有正能量。他们家有文的，也有武的。待会啊，你们会先体验这种武的。这很像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那种，用人体这样，哇啦，对不对？他用个绳子把你吊过去。武的要换装吗？要，你们待会要选颜色。先选颜色。换装哦。一个人光选4种，可以有深有浅的搭配，会蛮推荐的哦。那我们就去换装了哦。好，1、2、3，跳一下，1、2、3。很乖，对，很乖，对，非常乖。下次再 Q 一次。好，那我们就 Q 第2次了啊！1、2、3。这样会跳吗？哦。各位同学，是有没有看到教室的那个装潢？我们传教士要把它清干净吗？对，或许这2个月都会在这边工作。不要闹了，这个是过去到现在所有的 party 留下来的痕迹。没错，这是大家堆叠出来的痕迹。非常激烈。你看到我防护成这个样子，这个没有经验的大概只能这样子。现在全配了。枪到底应该怎么用？啊，不好意思，所以它是这样子，它是这样子。哦，你要是，哎，等一下啦，我也拍点，为什么会这么脏呢？我帮你喷的很有艺术感。那边有很多工具哦，调色盘你们待会其实都还是可以调出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笔呀、海绵刷啊，还有这个画刀啊。画刀好。对，也都可以用哦。身体也可以吧？身体也可以，手也可以。你也要画对不对？你们2个是我的画布。背后。你跟我好好讲话。我要先画那边。好，来。我会在后面画。快！这边超看烟火，真的很像丛林。因为最近呢，台北也有很漂亮的烟火。好，可以来吧。哇塞！哦，你要有哎，你不能这样子啊！我要戴帽子。我现在眼睛都看不到了。我要赶快装子弹。装子啊！我在作画。这关你什么事？我在帮你作画。你有没有觉得臭侠？你不是当兵牛？他说头发是洗得干净的。哦，很疗愈。哦，我够跳没啦，不是来作画的吗？你先怎样？我在帮你。你不要动。哎，所以。哎呦喂啊，那些凹陷。彩虹的。看着。哎，我觉得蛮不错的。我觉得双手是最好的工具。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非常好的工具。你说的是不是？像这样。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越看越觉得这个是毕卡索嘛，还是闭锁不全？我是在洗头嘛，我刚刚这样。没有，你是染发。跟你的话有深度。它有节奏的啊。对。没有想到被整成这个样子，他还有办法出来解释。他还会秀蹦哎！我觉得你的画给我一个森林的感觉。我觉得它很像耳朵哎。大象的那个耳朵。对啊。还有那个头，你这样讲好像哦。走着，进到森林深处，然后会遇到很多魔法世界的那种感觉，真的颜色很缤纷。我也有这么深深的感觉。来，老师你解释我的。一开始超级像那个烟火，现在我一直觉得很像凤梨。红来。也很像那个向日葵那个绽放的感觉。你还没脏，我帮你擦掉，真的。啊，我觉得很好哦。是吗？真的。可以帮我画一个9孔吗？可以，老师你不要动哦。这个9孔你觉得可以吗？或许刚刚好，还能加强一下。我觉得已经很满了哎。这是算蛮疗愈的。画人很疗愈吗？
是废话。OK， 我会弄一点，它就会适合，这样就有一点。侧面的那怎么也帮我加工之后，感觉更有价值了？一定要的，就会有点反应。太棒了啦！完美，这太有意境了。哎呀，好可爱哦。那刚刚我们已经玩过了上面那个舞斗的，对，那现在就是比较文静的。文静的。你们这边还有很多项目吗？还有肌理画啊，肌理画是加石英砂，成品会有一点沙沙的感觉，立体浮雕。还有石膏画，石膏画上石膏绷带，立体的石膏，然后呢可以做成那个立体的雕塑这样子。没错，你就可以自己去这么多塑项哦。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生命的斗士，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你出生了多久，家人发现你的问题？其实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家人就发现了，所以妈妈就到处跑医院，把我养超胖超大只。她说我是保温箱里面最大只的，为了要开刀。是先天心脏有点问题。对，所以一生出来就马上要开刀。没错。很辛苦呢。听说已经进了几次加护病房？很多次呢，我自己有点算不太出来。印象深刻，因为高中有一次。高中那是就再换一次瓣膜，因为我其实一般小感冒都会很严重，只要感冒我就会进加护病房。现在也一样吗？现在有好一点，有进步中。哇，那防疫期间你很紧张哦。对啊，很紧张。所以老师不好意思，也系列。哎，可我觉得他很勇敢的是，他都很乐观的在面对。对啊，有没有哪一次，在一个生死交关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想法？高中那一次开刀状况不是太好，成功率也很小，自己心里做很大的准备，就是可能进去就出不来。那怎么面对周边的朋友？就当最后一天啊，就是把真的就是把每天当最后一天在努力的活。对，因为他自己照过 X 光，就是整个脊椎是完全变形。对，脊椎我后来那有影响到内脏。就我现在的肺其实是塌陷的，我只有一边的肺有作用，所有器官也都不是正位。导演，下次早一点跟我们讲这个，我们就不会。我还以为上面这样太激动。哎，可是我刚刚超开心的。真的吗？真的。你说的客人当中，我们算是哪一类型的？你们是超级疯狂，N 级，这个是我的新体验。真的哦，是，我们还是要敬佩，谢谢你，这位生命斗士哈，陈老师。我们现在要来刘体雄了，由深入浅还是由浅入深？其实随心所欲，老师不能说错话，他待会就随心所欲了。我们鸟不已经清干净了，目标是熊，它是兔子。到颜色的时候啊，都到一点点。过程中不搅拌，像这样子，然后不摇晃杯子。第二个颜色再下去的话，它是会叠上去的。你看，它不会混在一起。咖啡拉花丝，你想拉什么图案都可以。它在上面是？对啊。啊！贵州海海 key， 真难想象它弄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形状。这就是流体好玩的地方啊！你永远都意想不到。所以无法预测。没错，无法预测。但它可以高在你头上。那我又要准备了。啊，不会，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你生命这个斗士已经。这叫唔敢，唔敢啦，唔敢，要喝啦。可以哦。啊，怎么倒？待会你的手啊，可以先抓着他的耳朵，然后我们先从正面倒，慢慢倒就好哦，因为颜色会往下流。所以就是要让它，哎呦，没事，好伸手。一只手可以抓着耳朵。耳朵。然后你可以稍微倾斜，然后从他的脖子，好像是给他围巾一样。对，没错。这样子吗？可以。然后呢？好，再继续，可以稍微让它站起来一点。你看它就会往下流，好可爱哦！稍微站起来一点，它才会扩散，然后你才会看到它那个颜色分布在哪里。现在要把它倾沙，你不可以让它露出它的这个白色的部分。然后其实你手的方向就会带动线条的走向。哎呦，看你想要横得到、直得到都可以。哎，它怎么颜色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你的蓝色还没出来，我这边好像浮世绘哦。真的耶！哎，像海龟耶！啊，这个蓝色我喜欢。很像大海，你要巧克力镜面蛋糕。镜面蛋糕，你好会形容哦。你看你的盘子也超漂亮。等下就可以开始零头了，对不对？对，你可以帮他做帽子。零头是个姐姐。零头姐啊，终于知道这个为什么好玩，因为它留下来的时候就在变化，很疗愈，你会很期待它到底长什么样子。还有可以这样偷吃布的，可以啊，好可爱哦！哇，那个颜色好强烈哦。OK，
转到正面。然后今天让你开箱这样的一个流体熊，用颜色攻击别人，攻击别人，叫你好好创作，你为什么是攻击别人？我是跟着你创作的啊，你先创作，我才跟着创作的。所以呢，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开心的去做今天的你。而且就像颜料一样，你一定要让它去流动，你才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这一趟对我来讲是全新的一个嘉义的面向。对我来讲，重新回家。那子琳呢？遇到2个精神病患，我觉得超级吸引人，哎呦，在这种生命中又留下新的轨迹，真的需要斗志，新故事。来，Give me five， 对吧？被他接住了，训练。这样，切菜，快步，小妹妹，出发吧！喜欢带着简单行囊、说走就走的旅行风格吗？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跟我们一起骑上热血摩托车充电去。